你是个女孩，学历高会赚钱有什么用？将来嫁了人，不还是要在家洗衣服、做饭、带孩子？既然女孩子上学工作都没用，那婶婶你怎么还不赶紧让堂妹辍学相亲去？我这才发现自己竟然说出了心里话，难道是之前许的新年愿望实现了？我确实许愿过，不想再当被亲戚刁难的软包子。生生啊，你说你都去大城市工作好几年了，工资也不见涨。就算当初成绩好，考去了大城市又怎么样？现在还不是拿着低工资给人家打工？我记得您儿子不就没去大城市念大学，留在了咱们县城？可您儿子的工资也不怎么样啊，毕业好几年了，工作换了10几个，听说这个月刚又被老板开除了。我这才发现自己竟然说出了心里话，简直恨不得挖个地缝把自己藏起来。老大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女儿，不尊重长辈，简直是一点规矩都没有。弟妹，对不住啊，我这就让绳绳给你道歉。绳绳，快给你婶婶道歉。每次都是这样，无论长辈们说的话再难听，我都得受着。只要我稍微表露出一点不满，就会被家人扣上一顶不尊重长辈、没规矩的帽子。最终的结果就是让我道歉。我永远都是最卑微、最没有话语权的那个人。我不道歉，我又没说错。绳绳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我要疯了，这到底什么情况？难道是之前许的新年愿望实现了？我确实许愿过，不想再当被亲戚刁难的软包子，可那也就是在心里想想，没想过真的会实现啊！现在可怎么办？算了，生生也不是故意的，大过年的，别说孩子了，还是二儿媳妇明事理，不像某人，连孩子都教育不好。生生，不是婶子说你跟你堂哥比什么？你堂哥年纪还小，等过几年自然就出息了。男人都是年纪越大越吃香，你可不一样。你是个女孩，学历高会赚钱有什么用？将来嫁了人，不还是要在家洗衣服、做饭、带孩子？堂哥都快马上奔3的人了，年纪还小呢。既然女孩子上学工作都没用，那婶婶你怎么还不赶紧让堂妹辍学相亲去？说不定还能早早调个金龟婿回来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可是要考大学的，才不要辍学去相亲。夏生，说你的事呢，你扯欣欣做什么？听听，堂妹是欣欣，而我是夏生。奶奶这心偏的真是没边了，因为奶奶偏心小儿子，所以连带着更喜欢小儿子的孩子，不喜欢我。欣欣年纪还小，还不到相亲的时候。倒是你都20好几的人了，怎么还不找个男朋友？正好婶子这儿有个合适的，想介绍给你认识认识。人家爸爸可是在单位部门当领导的，家庭条件没得说，人长得也端正，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好姻缘。生生，婶子对你好吧？这么好的条件，怎么会出来相亲呢？他这人吧，哪里都好，就是之前结过1次婚，不过没孩子。夏生，你疯了！父亲是领导，刚离婚没孩子，不久前高中同学群里还讨论过。我靠，我就知道他没安什么好心。做什么？还让不让人吃饭了？生生，快给你妹妹道歉！生生也不是故意的，弟妹，这相亲的事儿还是算了吧，不太合适。虽然我妈的脾气很软，但她永远都是这个家里唯一疼爱我的人。只是这样的回击太轻了，根本就不痛不痒。够了，这年夜饭还吃不吃了？大过年的，你吼什么吼？老二和他媳妇能害自己的亲侄女吗？这事说不定老二媳妇根本就不知情，人家也是一片好心，你犯得着大过年的不让一家人消停吗？妈，我没那个意思。那就吃饭，谁也别再提这事了。奶奶，您最爱吃的红烧肉，我给您加1块。哎呦，还是我们家欣欣懂事啊！哈哈哈哈，这3花肉肥瘦正好。今天过年，我们来一起喝一杯，庆祝新年快乐吧。弟妹，我酒精过敏。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，光顾着高兴，竟然把这事儿忘了。对不住啊，嫂子。可是这酒已经到你的杯里了，总不好再倒回去。过敏而已，能有多大的事？真矫情！大过年的，能不能别扫兴？就知道会是这样，我爸那个孝子是不可能和奶奶逆着来的。奶奶，吃个水果吧。夏生，你是不是有病？不知道奶奶对香蕉过敏吗？可是奶奶刚刚不是说过敏没多大的事吗？夏生，你翅膀硬了是吧？明知道你奶奶香蕉过敏，还给你奶奶吃香蕉，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不孝顺的东西？夏大春，你有什么就冲我来，吼孩子做什么？原来爸爸也知道不能吃过敏的东西，可你刚刚怎么没有这样维护妈妈？在我爸的眼里，我和我妈加在一起都没有奶奶的1根手指头重要。娟，你也知道我妈她年纪大了。夏大春，你心疼你妈我没意见，我受些委屈也没什么，但生生是我的女儿，她也只是替自己的母亲鸣不平，她有什么错？生生，
跟妈走，这年我们不过了。林娟，大春，让他走，一个连儿子都生不出来的丧门星，看着就晦气。你爸以前明明不是这样的，这几年也不知道怎么了。其实在我上学的时候，家里的条件还不错，那时候我爸的生意没有赔，与我妈的感情也很好。虽然奶奶偏心小儿子一家，但因为我爸有钱，奶奶就是看我和我妈不顺眼，也不常刁难我们，顶多就是经常拿我家的钱去贴补小儿子一家。我妈性子软，知道我爸孝顺，也没说什么。后来我家生意赔了，生活水平直线下降，再也拿不出钱来孝敬奶奶。我奶奶那个老太婆就开始作妖，偏说是我妈是克夫体质，生不出儿子，还磕得我爸生意不顺。我爸愚孝，不但没制止老太婆，还劝我妈多体谅。我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外地工作，对家里的事知道的也不多，只是每次过节回家，发现我妈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，还经常躲在屋子里默默流泪。我爸总说一家人不能太计较，能忍就忍忍，总不好撕破脸的。可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和我妈忍？妈，要不然就离婚吧。生生，你说什么？我说真的，妈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他们才是一家人，在我爸眼里，我们永远都是排在最后一位的。与其这样受委屈，还不如离婚。我越想越觉得这件事可行，反正我已经工作赚钱了，完全可以带着我妈去外地生活。傻孩子，我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，离了婚能去哪？我明白他的顾虑，自从结婚后，他就为了我爸辞去了工作，专心在家做家庭主妇。一晃这么多年过去，他早就和社会脱节了，现在再想出来找工作，根本是难上加难。他不想成为我的负担，不过这些在我眼里根本就不是事。我深知老太婆和叔叔婶婶一家人的德行，所以一直没说明我的实际情况。家里人只知道我在外地有一个工资不高的工作，却不知道我还有一个能赚钱的副业。我在短视频平台上拥有一个将近100万粉丝的账号，用来记录生活和分享一些美妆日常，经常会接一些广告，如今也攒下了不少钱，足够养活我和我妈了。妈，你不用担心，我这些年在外面工作，除了本职工作，还有个副业，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个近100万粉丝的账号，平时接广告也赚了不少钱，足够养活我们俩了。我们可以去 A 市生活，不用担心经济问题。这事你爸还不知道吧？不知道，我也没打算告诉他。好，那就好。不是我不信任他，实在是这些年他要做孝子就让他做去，妈不想让你走你爸的老路。这些年老太婆和叔叔婶婶一家就像是吸血虫一样，趴着我们家吸血。老太婆和他们家的房子是我们家出钱买的，叔叔以前的工作也是我们家安排的，连堂哥上学的学费都是我们家拿的。妈妈不是没抱怨过，可我爸却说，我爸没得早，我又是家里的长子，孝顺父母，照顾弟弟是我的责任，他们都是我的亲人，我怎么能弃他们于不顾？我奶奶知道后更是劈头盖脸骂了我妈一顿。你整天在家花我儿子的钱享福，连个儿子都生不出，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的？原本叔叔婶婶一家花我们家的钱还会小心赔笑脸，经这事后直接变得理直气壮起来。就因为他们家生了儿子，能延续香火，我爸也是任劳任怨，直接将家里的存款拿给老太婆保管。后来家里生意失败，也没见老太婆他们拿出1分钱来支援。我爸刚开始还很伤心，结果老太婆跑来哭几场后，我爸就轻而易举地原谅了他们，还觉得他们也不容易，反而之前安慰我爸的妈妈成了冷心冷血的坏人。让我再想想。无论怎么说，经营了这么久的家，不是说割舍就能割舍的。我理解我妈的犹豫，也不打算逼她，这种事还是要自己想清楚才行。生生啊，昨天是婶子不对，这样吧，一会儿婶子请你吃个饭，为昨天的事跟你赔个不是。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误会还是及时解释清楚的好。记得穿漂亮点啊。我那个婶子竟然会道歉，恐怕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我倒要看看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打扮是不可能打扮的。我昨天都拒绝得很明显了，没想到婶婶的脸皮这么厚。生生，快来这里。小李，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侄女，怎么样，长得不错吧？听说夏小姐是985毕业，现在在 A 市工作。以前谈没谈过男朋友？第一次还在不在？我比较喜欢洁身自好的那种，别人用过的二手货，我可不稀罕。这你放心，我这侄女从上学时候就一直考第1，工作也认真，根本没时间谈恋爱的。
你管我谈没谈过男朋友？你一个二婚的来相亲，哪来那么多要求？你以为你谁呀？皇上选妃吗？你这死丫头，胡说什么？小李啊，我这侄女性子直，你别介意哈。其实她平时很乖巧懂事的，这2天也不知道怎么了。以前谈过也没什么要紧，重要的是结婚后要守妇道，班就别上了。我们家不缺这点钱，不需要女人在外面抛头露面，女人只需要在家伺候丈夫，教育孩子就行了。这都是应该的。请问你家是住大海边吗？管得这么宽，你思想这么封建，是哪个朝代的皇亲国戚？见过裹小脚的，没见过裹小脑的。我真替你家的女人感到悲哀。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这就是你说的乖巧懂事？夏生，你今天吃呛药了，满嘴胡说八道些什么东西？泼妇，简直是2个泼妇！我看这相亲的事还是算了。小李，他就是个神经病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改天我再给你介绍个好的。那什么，我家欣欣转学的事，还要请你爸多费心。我说婶婶怎么突然猴急的要给我相亲呢？原来是为了堂妹转学的事。堂妹学习成绩一直都不好，勉勉强强上了个3流高中。当初堂哥也是如此，后来还是我家拿了钱疏通关系，让堂哥转去了县里最好的高中。不过那也无济于事，堂哥依旧整天逃学上网吧，最终拿钱上了所大专。如今婶婶这是想故技重施，可是我家已经再拿不出钱了，这才把主意打到了我身上，想卖了我替她女儿铺路，这是好大的脸了。生生，你年纪小不懂事，这女人终究是要找一个依靠的。小李条件那么好，错失了真是你的损失。就这还依靠？带出门，人家还以为我拄拐呢。这么好的依靠，婶婶你可要把握住了。堂妹今年也18了吧，还不赶紧介绍人家认识认识？当时吃年夜饭的时候，堂妹的反应可不像是不知情。她既然想把我往火坑里推，那就别怪我回敬了。你别听她胡说，我女儿年纪还小呢。原本我是没打算把婶婶诓我去相亲的事说出来的，结果在正月15这天，婶婶自己说漏了嘴。我们离婚吧。林娟，你居然就为了这么一点小事要和我离婚？夏大春，你管这叫小事？生生可是你亲女儿，人家都要把你女儿卖了，你还帮着他们说话。原本我妈还在犹豫要不要离婚，这回是彻底被我爸寒了心。这事确实是弟妹欠考虑了，但咱们不是也没同意这门亲事吗？拒绝了就行了，犯得着因为这种事离婚吗？大春，跟他离，这种丧门星有什么可留恋的？男人越老越值钱，等离了婚，再找个年轻能生儿子的回来，也比这个站着鸡窝不下蛋的女人好。妈，林娟就是一时想不开，我们还不至于到离婚那步。林娟，快跟妈赔个不是，这件事就过去了。每次都是这样，无论我妈有没有错，你总是让我妈道歉。无论发生什么，受委屈的永远都是我们母女。爸，你究竟有没有心？这些年我妈操持这个家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怎么全当看不见？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？林娟自从嫁进我们家，是吃我们家的，用我们家的，她委屈个屁！是谁在家里洗衣做饭操持家务？是谁每周去奶奶家打扫卫生照顾老人？就是请个保姆回来，每个月还能拿工资呢。而我妈除了落一身埋怨，还有什么？你别忘了，当初我妈也是有工作的，是为了照顾咱们这个家才辞的职。生生，这些都过去了。大人说话，哪轮到你插嘴？生生说的没有错，大春，这些年我早就受够了，我们离婚吧。你真的要离？离了好，离了好啊！大春，赶紧让这对丧门星母女搬出去。这房子是我爸妈共同的婚后财产，凭什么让我们搬出去？什么？这房子是我儿子买的，跟你们母女俩没关系，你妈可没出过1分钱。这房子跟我们有没有关系，可不是你说了算的，而是婚姻法说了算。你也是这么想的？是，生生说的，就是我心里想的。我到今天才发现，你居然是这么爱慕虚荣的女人。如果我妈爱慕虚荣的话，早就该在你生意失败的时候跑了，哪用得着跟你过这么些年苦日子？你造孽呀！我怎么就摊上了这么个儿媳妇？不但没给我们老夏家延续香火，还要分我们家的财产！老天怎么不一道雷劈死这对黑心肝的母女？妈，你快起来，地上凉。大春，你要是敢答应把房子分给他们母女，就别认我这个妈了。林娟，你看妈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万一气出个好歹可怎么办？你能不能体谅一下？都说好人不长命，祸害1000年。我看奶奶身子骨硬朗着呢，准保能长命100岁，怎么都气不死的。夏生，你给我再说一遍。夏大春，你妈不容易又不是我造成的，你乐意体谅你自己体谅去，别道德绑架我。生生，你真的不介意我和你爸离婚吗？不介意。
从小到大，每次堂哥欺负我，他都装作看不见；堂妹抢我的玩具，他也只会叫我把玩具让给堂妹，还美其名曰说是教我谦让。可我不想谦让。上小学的时候，同学送了我一个漂亮的水晶球，堂妹想要，我不给，堂妹就来抢，抢不过就直接摔碎了。我爸知道后，只是说了句一个玩具而已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别跟你堂妹计较。初中那年，我养了一只虎斑花纹的小猫，叫年糕。堂妹看见后哭着吵着说喜欢，我爸二话不说，直接将年糕送去了堂妹家，让我怎么求都不管用。后来才过了不到半年，就听说年糕丢了，而我却在堂妹家楼下草丛里发现了年糕的尸体。高二那年，我考了全校第1，爸妈奖励了我一台新手机，结果刚没2天就被堂妹看见，她说她也想要，还说什么很羡慕我，要什么就有什么。我爸一听，根本没经过我同意，直接将我的手机送给堂妹。我委屈的大哭，却被我爸批评对妹妹不友爱。这样的事情真的太多了。生生，对不起，都是妈没用，这些年你受苦了，你放心，这一次妈再也不会心软了。生生，要不然我们还是去旁边的批发市场逛吧，那里的便宜些。妈，你都要和我爸离婚了，难道还想替他们一家人省钱吗？那就在这儿买。妈，你看这件裙子怎么样？这可是我们店刚到的新款，不打折的哈。建议啊，如果没打算买，就别上身试了。我们不试怎么知道买不买？就怕你们试了也买不起。你早上是吃了屎吗？嘴巴这么臭！忘了，你本来就是狗，因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狗眼看人低，这2句话形容的就是你。李哥带女朋友来逛街啊，咱们店里来了新款，要不要进来看看？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我带我妈来这里逛街。你们这是天地良心，我当初真的就随口一说，谁知道他们竟然真的勾搭上了。可是夏欣明知道家暴男的德行，怎么还会贴上去啊？反正还不到法定结婚的年龄，结不了婚就找个愿意给自己花钱的冤大头呗。想到这儿，我真不知道是该说夏欣聪明还是蠢了。一个能把前妻打流产的家暴男，夏欣是怎么敢和这种人扯上关系的？不怕把自己玩脱了吗？今天看到的事，你们谁也不许跟家里人说，不然我就让奶奶把你们母女2个扫地出门。你大可放心，我和我妈可没心思管你的闲事。那个男人是谁？怎么看着有些眼熟？他就是婶婶非要给我介绍的家暴男啊。那他怎么和欣欣在一起？你婶婶知不知道？婶婶应该不知道吧，不过这也不关我们的事。你没听刚刚夏欣说什么？她说要让奶奶把我们扫地出门呢。就算我们把这事说出去，也没人会信的。到时候说不定夏欣还会倒打一耙，说我们冤枉她，又哭又闹，到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。这种事以前还少吗？妈，不管那么多了，快来买东西吧。您穿上之后气质一下就不一样了，夫人也好有品味，果然是母女俩，连挑东西的眼光都这么一致。这些，马德，简直欺人太甚！有本事你们开门啊！你们别躲在里面不出声，我知道你们在家。哟，这不是老夏家那个不会下蛋的母鸡和拖油瓶吗？这就被扫地出门了。听说你儿子都在里面关好几年了，你倒是会下蛋，这蛋下的都光宗耀祖了。生生，现在怎么办？既然他们不想和平解决，那咱们也不用顾虑那么多了。林娟，我们好歹20几年的夫妻，你竟然闹到了法院去！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！我妈说了，让你赶紧撤诉，你听没听见？喂！根据判决，夏大春名下共有2套房子，夏大春和林娟一人1套。妈，我们把这套房子卖了吧，省得以后他们再来找麻烦。好，我都听你的，反正我们也要去 A 市了，这边的房子留着也是个牵挂。主要条款跟您之前确认的一样，没问题的话可以签字。我看过了，没问题。那就签吧。好的。夏生、林娟，你们给我出来！买房子也不吭一声，还有没有把我这个老太太放在眼里？你们是谁？这房子现在是我的了，你们非法闯入民宅，我可要报警了。我没事。你看，奶奶小心！我扶着你。请让一下。真是没想到啊！
没事吧？怎么还是没反应？夏生，这是过完年从老家回来了。是啊，张阿姨，这是我从老家带回来的土特产，一点心意。你这小姑娘真是太客气了。这位是你妈妈吧？长得可真像，都是美女。那个，我是生生的妈妈。生生妈妈，你真是养了个好女儿啊！年纪轻轻就出来打拼，又会赚钱人又孝顺，买了房子还知道把妈妈接来享福。我这辈子做的最不后悔的决定，就是生下这个女儿了。妈妈很快适应了 A 市的生活，我也辞掉了白天的工作，成为了一个职业博主。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我从来不缺化妆品，每天最大的兴趣就是和我妈在一起研究怎么变美。妈妈年轻的时候就是大美人，只是嫁给我爸后整天围着家务打转，糟心事不断，渐渐熬成了黄脸婆。现在离开了那些糟心事，心情好了，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了。再加上我刻意的引导，妈妈直接从家庭主妇变成了时尚达人。我想找点事做，不能老是闲着。她按照我说的做，渐渐的也有了自己的粉丝，活得越来越自信。至于老家那边，我也有关注。喂，你知道吗？夏生他离开没多久，夏家就又出事了。那个家暴男的前妻直接找到了家暴男家里，把他们家贪污受贿的证据都翻出来了，实名制举报。结果家暴男他爸直接进去了，财产也没收了。夏欣本来对家暴男就没什么感情，这下可好，立马就把家暴男甩了。可家暴男哪是能吃亏的主啊？他当即就带着一帮混混上门，吵着要夏欣还钱。夏家人这才知道，夏欣竟然和家暴男厮混在一起，还被家暴男拍了不雅视频。那些名牌包、名牌衣服都穿戴了好久了，根本退不掉，他们只能贱价出售。可那些东西本来就不保值，还着急卖，根本没卖出几个钱。最后还是搭了一套房子，才把家暴男的钱还上。夏欣因为这事被闹得辍学了，她被人说闲话，连门都不敢出了。老太婆一气之下又进了医院。这么连番进了几次医院，老太婆身子骨大不如前，走路都哆嗦，吃饭都费劲。你喂的什么东西？难吃死了！妈，这已经是最好的了，你以为现在还是以前啊？我爸和老太婆以及叔叔婶婶一家6口人，只能挤在一个房子里住。从前都是我妈照顾老太婆，现在我妈跟我爸离了婚，照顾老太婆的事就落在了婶婶头上。婶婶可不是我妈那个软包子，根本不容许老太婆指手画脚，天天和老太婆对着干。你这个不孝媳妇，我真是瞎了眼！我是不孝，那您的大孝子呢？他天天就知道在外面打工，家里什么都不管。一家人再没了最开始的和气，整日互相埋怨，闹得鸡飞狗跳。我爸为了当好大儿、好大哥，一个人打2份工，没多久身体就累垮了，成了在家养病的闲人。你看看你，现在连家都撑不起来了，白养你这么多年。却没想到我那不务正业、游手好闲的堂哥染上了赌博，把家里最后一套房子也输没了。你又去赌了，家里的房子呢？你告诉我，房子去哪儿了？我就是想赢回来，谁知道一家人只能租房子住，老太婆又气倒了，这次没抢救回来，直接嗝屁了。叔叔的工资本来就不高，付完房租后基本就不剩什么了，一家人吃喝都成问题。这日子没法过了，天天光房租就一大笔，吃的都快没了。别说了，我能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家里白养着一个吃白饭的闲人。你说的也有道理。哥，你别怪我们心狠，现在我们自己都顾不上了。哥，我们也实在是没办法了，你还是自己找个地方住吧。我爸为夏家操劳一生，最终落个流落街头的下场。此时他已经半头白发，自始至终都想不明白，原本和和美美的一家人怎么会走到今天这步。女儿，我还有个女儿。您所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而我在收到这条消息的时候，正和我妈在三亚度假。林生，真的不用我帮忙，给叔叔找个地方住吗？是的，我改名了，随妈妈的姓，姓林。生生在和谁发消息啊？没什么，之前的高中同学问我要不要参加同学聚会，我说最近没时间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只能说真话的毛病好了，我只知道现在的我过得很开心，这就够了。